大家好，我是杰奇，欢迎来到专利洞察。我们上次谈了 HTC 的专利策略与授权啊，没有看过可以去看看哦。当年智慧型手机还是主角的时候，其实 HTC 早就开始在下一个时代默默布局。很多人记得 HTC 曾经是 Android 阵营的领头羊，推出过全球第一支搭载 Android 系统的智慧型手机，甚至帮 Google 做过第一代 Nexus。但随着 Apple、Samsung 的强烈攻势HTC 的手机逐渐退出主流市场。很多人以为 HTC 就此消失，但其实他们并没有倒下，而是把资源压在另一个领域——虚拟实境。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HTC 如何透过 VR 专利寻找下一个蓝海。这不只是产品的转型故事更是一场关于专利能不能真的成为未来竞争力的考验2010年前后HTC 手机还是全球前3大品牌，但是短短几年，情况完全改变，专利战一波波打来Apple 在美国 ITC 提告，指控 HTC 侵犯多项 iPhone 技术专利。结果 HTC 虽然也反击，但整体处境不利再加上 Samsung 的全力冲刺， Apple 不断创新， HTC 手机的市占率快速下滑。到了2017年 Google 直接以11亿美元收购 HTC 部分手机研发团队，还取得一批专利授权。这笔交易对外界来说像是 HTC 的退场铃声，但对 HTC 而言，这代表另一件事既然手机战场打不赢，那就要转向下一个战场。2015年他们跟游戏公司 Valve 联手，推出了第一代 HTC Vive。那不只是一台新玩具而是第一次把沉浸式虚拟实境带进一般消费者的家里。这一步其实非常关键，为什么？因为当时的全球大厂其实都还在观望Facebook 才刚买下 Oculus， 还在忙着整合技术Sony 也只是在规划 PlayStation VR， 微软在谈 HoloLens， 但还停留在展示阶段。换句话说HTC 几乎是第一批真正把高阶 VR 装置放到市面上，让人能花钱买回家玩的公司之一这对当时的市场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动作。但 HTC 很清楚，光有产品是不够的因为科技产业的残酷真相是，如果你没有专利当作壁垒，今天你推出了，明天就可能有人抄走。于是 HTC 立刻展开专利大军布局把硬体、软体、互动方式全部包起来。第一，头戴式显示器结构与光学专利戴过 VR 头盔的人一定知道，重量、清晰度和舒适度决定你能玩多久。如果太重，脖子会酸；如果画面模糊或延迟，几分钟就想吐。HTC 在这块申请了大量专利比如说镜片结构，怎么让影像更清楚、更少畸变；头盔设计，怎么把重量分散，不会压得很不舒服；散热与配重，确保你可以长时间戴着这些看起来像小细节，但其实是 VR 能不能从展示玩具进化成每天能用的装置的一些关键第二，定位与追踪技术。刚开始Vive 用的是 Valve Lighthouse 基地台，靠雷射扫描来侦测玩家的动作，精准度高，但缺点是贵、安装麻烦，而且空间受限。后来 HTC 又推出了 Inside Out Tracking 不需要外接基地台，头盔上装摄影机，就能靠演算法判断你在房间里的位置。这背后的专利非常关键因为它解决 VR 从专业玩家走向大众化的最大门槛。有了 Inside Out Tracking 你不需要在家里布线、摆感测器，随时拿起头盔就能玩，这让 VR 从专业高成本设备一步步走向人人都能用的娱乐工具第三，手持控制器与交互专利VR 如果只有看很快就会腻要能互动才会有沉浸感。HTC 在控制器和交互上同样下了很多功夫手势追踪专利，让手能像真实世界一样挥舞；震动回馈专利，你打到东西手柄真的会震，还会给你回馈感。脸部追踪专利，甚至能捕捉表情，把你的笑容、皱眉搬进虚拟世界这些技术看似小巧思但却是虚拟世界真实感的灵魂。没有这些 VR 就只是多一个萤幕而已第四，眼动追踪与动态渲染。还有一个很厉害的是就是 Vive Pro Eye它内建眼动追踪系统，可以知道你眼睛到底在看哪里。这带来一个超级关键的应用注视点渲染。简单讲电脑只把你眼睛正在看的地方渲染成最高画质，其他地方降低解析度。这样一来效能省下来，画面还是清晰，体验更顺畅而且这不只是游戏玩家的福音，广告商能知道你到底看了哪个角落的广告牌，心理学研究能分析你眼睛停留的时间，推测专注度，医疗单位能用来检测视觉相关疾病。这就是 HTC 最聪明的地方专利不只是保护游戏装置，而是打开了更多跨产业应用的大门。所以你看 HTC 的 VR 起手式并不是单纯出一台产品而已它背后是一个庞大的专利网，把头盔、追踪、交互、演算法全部抓在手里。这不仅让 HTC 在 VR 初期站稳脚跟，也为它后来蓝海布局铺好了护城河。换句话说这些专利就像是 HTC 在虚拟世界里打下的地基，未来不管是游戏、教育、医疗、设计，任何要用到 VR 的领域，
HTC 都有机会靠这些专利拿到第一场入场券哦。很多人以为专利就是被动防御的工具啊，有人来告你，你拿专利挡一下，或者靠授权收点钱，像是卖保险一样哦。但 HTC 在 VR 上的思路完全不是这样，他们把专利当成开启新市场的钥匙，因为在新产业里啊，没有专利就等于没有门票。你可能有产品、有想法，但如果缺乏专利啊，企业客户会怀疑你能不能撑得住，投资人也会担心你随时可能被告垮哦。HTC 很清楚，要在 VR 这个还未成型的蓝海中先站位，就必须用专利盖起一座桥，把自己直接送进新市场。那有什么可以应用的新市场呢？第一，企业级培训与模拟。你有没有想过啊，一个飞行员要花多少钱训练哦？过去必须进入真实模拟舱，一套设备动辄上亿，维护成本更是天文数字哦。但如果能用 VR， 飞行员就能随时练习起飞、降落，甚至模拟引擎故障。这样不但更便宜，还能反复操练高风险场景。HTC 的精准定位追踪专利就是这类应用的关键基础。因为要做专业模拟，动作精度必须毫厘不差，延迟一点点都可能导致训练失效。同样的道理啊，医生做手术模拟，工人进行工厂安全教育，也需要这种专业级的精准追踪加沉浸式的体验哦。而 HTC 的专利啊，就让他们能在这些产业里提供可靠、可商用的 VR 解决方案。第二，医疗与复健。VR 不只是游戏玩家的玩具啊，它其实也是医疗领域的一把利器。想象一下哦，如果有弱视或斜视问题的病人，戴上 HTC 的眼动追踪装置，医生就能及时看到他的视线是否异常，甚至设计互动游戏来帮助治疗。再来，对于中风或运动伤害的病人，复健过程往往枯燥而痛苦。如果能透过 VR 让病人一边做复健动作，一边进入虚拟的森林、海边或游戏场景，那动力就完全不同了。这背后的核心技术啊，就是 HTC 的动作捕捉专利，它能精准记录病人的每个动作幅度，并且量化成复健数据给医生参考。这一应用虽然不如游戏那么热闹哦，但却拥有稳定而持久的市场需求，甚至利润更高哦。第三，教育与设计。想象一下哦，学生不用再担心实验器材不足或危险，只要戴上头盔就能进入一个虚拟实验室，化学实验爆炸了也没关系哦，重新来一遍。建筑科的学生要做设计，直接在 VR 里进入自己的建筑模型，走在走廊上啊，看看天花板会不会太低，采光是否足够。这些场景听起来像科幻哦，但 HTC 的专利让它们变成可能。因为教育与设计领域要求是稳定性和可靠性，不能随便断线，不能影像失真。而 HTC 的专利网就像一张安全网，确保这些应用能落地哦。第四，元宇宙与 Viverse。最后不得不提 HTC 提出的 Viverse。如果说 VR 装置是车票，那 Viverse 就是目的地哦。在这个虚拟世界里啊，使用者不只是玩游戏，还可以参加会议、看展览，甚至逛虚拟商场。而 HTC 的 VR 专利啊，则是让这个平台有独特性，别的平台可能只能提供基本的看， HTC 却能加入眼动追踪、脸部表情捕捉，让互动更真实。别的平台可能只是单纯的虚拟空间， HTC 却能结合教育、医疗、设计做跨产业的应用。这代表 HTC 不只是卖硬体，而是把专利能力转化成平台技术输出，直接嵌入内容生态系统。所以你看 HTC 的 VR 专利不是拿来坐等收租的，而是开疆辟土的。他们像是一把钥匙，把 HTC 从单纯的硬体公司带进企业级的解决方案、医疗、教育乃至元宇宙的多重领域哦。换句话说 ，HTC 的 VR 专利不是收租专利，而是市场专利。他们是抢占新领域第一张门票，也是未来打开更多蓝海市场的武器哦。讲到蓝海策略，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不要在拥挤的市场里厮杀，要去创造新的需求。那 HTC 的 VR 专利到底怎么变成他们的蓝海护城河呢？其实可以从4个角度来看哦。第一，技术门槛高，专利先布局。想象一下哦，如果今天有一家新创公司啊，说要做眼动追踪或无基站定位，听起来很酷吧？但问题是哦，这些技术根本不是1-2个工程师在车库里就能搞出来的哦，他们需要长期的光学设计、演算法优化、硬体整合，还要能在实际场景里跑得稳哦。HTC 就会在这些高门槛技术上先一步卡位，他们不只做出产品，还提前申请专利，把技术优势转换成法律壁垒，等于在新市场还没成熟前啊，就先插了一面旗帜，这块地是我的哦。第二，产品与专利一体化，很多公司都有专利，但问题是专利只躺在抽屉里，跟产品没什么连结哦。HTC 的做法完全不同，举例来说哦，Vive Pro Eye 这台装置啊，本身就结合了 HTC 的眼动追踪专利，
Inside Out Tracking 的定位功能，也有一整套专利在背后保护。换句话说，专利不是孤立存在而是直接体现在产品卖点上这代表什么？代表 HTC 在市场上推出的每一款装置，本身就是一个专利展示柜，让消费者和企业客户同时体验到专利带来的差异化第三，跨产业应用。如果 HTC 只把专利用在游戏装置那很快就会陷入和 Meta、Sony 的红海竞争但 HTC 很聪明，他们把专利往跨产业延伸在医疗上，眼动追踪可以用来检测视觉疾病，动作捕捉可以做复健。在教育上，学生能进入虚拟实验室，安全又省钱。在设计和建筑上，建筑师能在 VR 里直接走进自己的作品，调整细节。在企业培训上 ，VR 能模拟工厂事故或飞行危机，让员工在零风险环境下练习。这些应用领域不但市场稳定，还比游戏市场更愿意付费HTC 等于是靠专利开了一条新通道，走出消费市场的厮杀，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蓝海。第四，平台化延伸。光有硬体利润迟早会下降，这跟我们在 IBM 那一集里面所提到的一样这是所有电子产品都逃不掉的宿命HTC 也明白这点，所以他们不只卖 Vive 装置，还推出了 Viverse 这个平台。在 Viverse 里HTC 不只是硬体供应商，而是生态系的掌舵者。专利保障的技术优势，平台则让这些技术能够转化成更大的商业模式。想象一下教育单位用 Viverse 开虚拟课程，后端跑的就是 HTC 的专利技术。企业在 Viverse 办虚拟会议，互动用到脸部表情追踪，也是 HTC 的专利。这代表即使未来硬体价格下滑HTC 能靠平台订阅、专业解决方案和专利授权来延伸获利所以 HTC 的 VR 专利不是摆着好看，而是真正在替他们筑起一套蓝海护城河。技术门槛高，让竞争者难以轻易模仿。产品与专利绑在一起，确保每次出货都是专利的落地应用。跨产业延伸，让 HTC 有机会跳脱游戏市场的红海，找到更多的稳定需求。平台化发展，则让 HTC 能在硬体之外打造持续的生态优势。换句话说专利对 HTC 来说不只是防御，而是武器；不只是纸张，而是桥梁。那么正是 HTC 在 VR 这片蓝海里能稳稳站稳脚跟的护城河当然 HTC 在 VR 上也不是高枕无忧他们的对手很强大。Meta 有 Oculus，Sony 有 PlayStation VR，Apple 有 Vision Pro， 这些公司资源庞大，生态完整。HTC 要正面硬拼并不容易但 HTC 的优势在于专业应用加专利布局，他们选择的方向不是跟 Apple、Meta 争夺消费市场，而是切进专业与企业市场，这就是典型的蓝海策略举例来说，医疗复健领域HTC 的眼动和动作捕捉专利可以直接变成医院与复健中心的解决方案。企业培训市场 HTC 的追踪技术能让大型工业培训更真实、更高效。教育市场，学校与大学需要安全、可靠的 VR 环境。HTC 的专利能保证稳定性与专业度这些市场虽然不像游戏消费市场那样火爆，但却拥有长期稳定的需求，正是 HTC 可以用专利持续生根的蓝海HTC 的故事提醒我们专利不是最后的保命符，而是下一步的武器。关键不在于你拥有多少专利，而是你能不能用这些专利去开拓一个新的市场。HTC 选择了 VR， 把专利从单纯的防御工具变成开启新蓝海的钥匙，这是一个很值得观察的案例今天我们聊的是 HTC 如何透过 VR 专利寻找下一个蓝海，从手机霸主的跌落到 VR 的专利布局。HTC 把自己从一场几乎没有胜算的红海竞争中抽身转而开拓新的疆土。这告诉我们一件事专利的价值不在于锁住别人，而在于打开自己的新未来那么问题来了，你觉得 HTC 的 VR 专制能不能真的帮他在蓝海里找到新舞台，还是会被后来的巨头再次压制？留言告诉我你的看法。我是杰奇，谢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不错，记得帮我按个赞并分享给你的朋友，这样 YouTube 也更容易把影片推荐给更多人。那我们下次见，拜。